挪威士兵背着炸药爬上100米高桥，可他刚登到一半就差点掉下去。看着步枪直勾勾地插在雪堆中，士兵倒吸一口气，调整好心态继续往上爬。3分钟后，士兵来到顶端。就在他刚刚安放完炸弹，探出头观察情况时，桥头的德军向他发起猛烈扫射。队友见状向德军展开阻击，战友也在激烈的交火中不停地倒地。士兵赶紧顺着桥梁向下撤退，可德军的机枪手早已将他锁定，密集的子弹从他的身边擦身而过，他不得不躲在桥梁后面。下面的队友等待数秒，但迟迟未见他下来。由于德军的猛烈攻势打掉2名战友的尸体从上面滚了下来，队友躲在桥梁后面，根本顾不得确认桥上战友的死活。在情急之下，士兵点燃了导火索。此时指挥官下令撤退，大家匆忙向后方逃离，而德军就在士兵的头顶上发起了冲锋。他们没有发现桥下士兵的位置，士兵赶紧顺着桥梁向下爬，而导火索已经快要点燃炸药，眼见来不及爬下去，紧急关头，士兵只好纵身一跃跳。好在有厚厚的积雪做缓冲，士兵并没有受伤。而下一秒，桥面发生爆炸，这是2战时期真实发生的事件。血战纳尔维克，这也是挪威境内唯一一次让希特勒失利的战役。1940年4月，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中立国挪威北部的一个纳尔维克小镇上，那里是内粹德国希特勒战争机器，也是所需要铁矿石的来源地。德国军火制造使用的铁矿石有86%来自于瑞典，矿石先是用火车运过瑞典边境，然后再从挪威的纳尔维克运出。英国和德国又同时在挪威装载矿石，这让纳尔维克港成了双方的必争之地。为了平息战乱，挪威不得不派出中立军前往纳尔维克小镇驻扎。但万万没想到，仅1天的时间，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撕下了伪装。4月9日晚，德国派遣10艘驱逐舰，运载2000人突袭占领纳尔维克。挪威军团接到命令，当即赶往码头阻止战乱。双方剑拔弩张，随时都有可能打起来。挪威上校为了顾全大局，孤身前去与德军交涉。经过几轮谈判，上校屈服，他乖乖交出了自己的配枪。大家不解为何要坐以待毙，但只有上校心里知道，他正在谋划着一盘大棋。因为预测到无力阻挡德军的进攻，纳尔维克一旦被占领，他们就将铁桥炸毁，切断铁矿石的运输线。可上校千算万算少算了一步，德军的行军速度如此之快，他们率先到达铁路线。虽然大桥成功被摧毁，但自己的手下被俘虏数名，甚至连执行任务的比利也未能幸免。几名挪威战俘吃力地拉着弹药箱，一旁德军悠闲地踩着雪橇向前滑行，但他们还没意识到危险正悄悄逼近。很快，大家来到德军所在的战壕，一些战俘在一箱箱地搬运送着弹药，而有一些战俘则坐在那里准备躺平。他们已经被压榨得失去了生存的希望，但很快他们就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机。空中的法国战机已经开始对德军战壕进行大规模轰炸。一个战俘想要趁乱逃走，却被德军士兵一枪击毙。比利的战友见状想借机逃走，可还是被德国士兵发现。就在他要开枪之际，比利一个猛扑将德国士兵扑倒在地。2人经过一番缠斗，占据优势的德军踉跄地站起身，他将子弹上膛，可下一秒，德军士兵倒在了法军的枪下。法军及时赶来，比利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。很快，在挪威战俘和法军的配合下，他们解决掉战壕里的所有敌人。正当他们为这场胜利感到高兴时，比利发现一名德军还在蠕动，他连忙将其翻过身，发现这名士兵正在胸前翻找着什么东西。他拿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张母子的合照，这不禁让比利想到了自己的妻儿。其实他的妻子拉姆也在经历着一场死里逃生。由于纳尔维克被德军占领，德军开始大肆捕杀英国官员和间谍。拉姆所在的豪华酒店被德军控制，他刚巧拯救出了2名英国官员。拉姆将2人藏在海边的一处小屋内。与此同时，她得知了丈夫被俘的消息。就在她不知道怎么办时，德国领事找到她，请求帮忙做翻译，因为她是唯一一个精通德语的人。而拉姆趁机请求领事协调德军放了自己的丈夫。领事答应他会想办法。转天，拉姆便来到木屋。英国领事知道他与德国人来往密切，想让他打探德军在纳尔维克的军事部署，说白了就是给英国当间谍，并表示英军正准备进攻纳尔维克，可以解救她的丈夫，只要能让丈夫安全回来。拉姆便果断同意。第2天，她在给德军指挥官送饮品时，无意中发现了抽屉中的军事部署地图。她并没有做什么，只是淡定地先行离开。等回到房间，拉姆打开窗帘，发现英国军舰向德军发起猛烈炮击，多艘德军军舰遭到毁灭性打击，而屋内的德军指挥官正匆忙赶去战场。这正好为拉姆创造了机会，于是他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指挥官房间，1比1画下了整个城防图。英国领事对此很满意，即刻把重要情报发了出去，并答应拉姆会尽快救出她的丈夫比利。可当她满怀希望地回到酒店时，酒店遭到英军军舰的袭击，炮弹就在她眼前落下。拉姆跌跌撞撞地跑回家，此刻家中已经变成一片废墟，她的父亲在爆炸中被砸死。拉姆来不及多想，在婴儿车下找到了受伤的儿子，儿子胸口被弹片击中，好在伤势并不严重，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出现生命危险。此时的拉姆感到无助，而战争带给他们的伤害远远没有结束。另一边，得救的比利与挪威人会合，他看着远处硝烟弥漫的纳尔维克小镇，不知道自己家人现在怎么样。少校告诉他，想要回去就跟着盟军部队，他们将在3天后从海面上发动登陆作战。
1940年5月13日，在纳尔维克以北海岸，盟军发动了开战以来第一次联合军事行动。在海军炮舰的掩护下，法军和挪威步兵乘坐登陆艇向目标冲击。交给比利的任务就是让他摧毁德军隐藏在山上的重型榴弹炮。登陆艇冲到岸边，盟军并没有受到强烈的抵抗。指挥官一声令下，他们全部向山上发起冲锋。只要越过这座山，就可以顺利解放纳尔维克。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在摧毁大炮的过程中，比利遭到了德军猛烈阻击。在敌人密集的子弹下，他们这支挪威军瞬间被打得溃不成军，纷纷向后方逃窜。比利明白硬刚会造成更大的伤亡，熟悉地形的他带领2名队友从山后小路摸上去，一轮射击打得德军措手不及。之后3人悄悄潜入隧道，与德国守军展开激烈的交锋。等干掉所有守军后，比利成功炸毁大炮，而外面的盟军被德军的机枪堡垒压制得寸步难行。关键时刻，比利3人成功绕后解除危机，帮助盟军向山顶发起冲锋。纳尔维克港的最后一个高地被占领，这里重新升起了挪威国旗。当凯旋的比利回到家中时，发现这里早已变成断瓦残垣。好在他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妻儿，可妻子拉姆正带着儿子准备逃离这里。原来他之前为救回濒临死亡的儿子，向德国人透露了英国领事的藏身之处，以换取德军军医的治疗，这导致2名英国外交官被枪杀。比利得知后愤怒无比，这分明是挪奸的行为。话音刚落，德国空军的毁灭轰炸不期而至，比利赶紧抱起儿子躲了起来。等到轰炸结束，整个小镇几乎变成废墟。比利看着这一切，选择让妻儿离去。家人离开时，比利沈默不语，选择和军队站在一起。他们不能撤，因为法国已经投降，英国的军舰也离开了挪威，现在能保家卫国的人只剩下他们。妻子带着行李来到码头，可刚踏上去就被人推倒，那人扬言要把他扔进海里，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拉他一把。那一秒，他可怜弱小又无助，没人知道他做了什么，只知道他是挪奸。所有人都对这个女人恨之入骨。就在他满腔委屈无处倾诉时，一个温暖的手臂突然出现在眼前，这人正是她的丈夫比利。比利从邻居口中得知了妻子的事迹，他决定脱下军装陪伴家人。最后一家人登上了驶离纳尔维克的渔船。虽然挪威投降，但因为他们的存在，挪威也变相的赢了。纳尔维克战役被视为希特勒第2次世界大战的首次战败，这也是希特勒遭遇的第1次失利。